大師兄翻嚟啦！講咩話？我感覺到全部翻晒嚟。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扭转乾坤，一个通往马股大门的频道。阅股无数，通晓股市里的点点滴滴，就从这里开始。上一支影片，小编我带大家了解了4霸他们如今要进军的领域和他们汽油业的前景。看看对投资者的承诺是否有达成。那今天小编我将会来为大家聊聊附属股。相信这几天当首相宣布允许跨州之后，附属股们都纷纷百花齐放，美不胜收。那今天我们将会来看一些之前有介绍过的附属股，并看看到底还有哪一支股票有迹可循。那开始前，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们记得订阅、点赞，并把这支影片分享出去哦。那如果是我们老观众的话，应该都还记得，在去年2020年11月份，小编我曾经就分享了一系列的附属股给大家。那如今大多数的公司都已经在复苏的趋势下大大的暴涨了，除了不争气的4霸以外。那今天的主题就是这些曾经介绍过的附属股，比起去年都上升了那么多，如今是不是已经没有上涨的空间了呢？其实小编觉得并不一定，但是要计算他们的风险与回报率。那今天就从之前的影片提到过的例子中抽取2家公司来为大家分享。那在我们进入正题之前，扭转乾坤有一件重大宣布，那就是扭转乾坤蓄势已久的重量级课程贯通财报线上课程正式开放报名了。课程的主要内容是要投资者们学会如何深入浅出的看懂财报，寻找基本面强劲的潜力股，避开有问题的地雷股，和看透一家公司未来的表现，成为精明的投资者。而且这一次的课程内容长达15个小时，保证诚意满满。此外，这个课程还赠送了财报锦囊班，主要教大家所有阅读财报需要的知识和9家来自不同领域的实战案例，以让大家学以致用。而且所有内容都可以无限重复观看，保证物超所值。那福利来了，那就是如今报名也将会享有60%折扣，只需要288令吉，但是名额有限，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到 Pin Comment 的 Telegram link 或面子书私信小编报名哦。那回到正题，首当其冲的就是我们的亚航 AirAsia， 当初的股价一度下跌到了52仙，但是如今却强力反弹超过1令吉，回抽率高达58仙。那先来简单的回顾当时的情况。当时 AirAsia 是在2020年7月8日触发了 PN17 的机制，但是由于疫情的关系，Bursa Malaysia 在2020年4月份的时候就特别暂免 PN17， 所以 AirAsia 逃过了一劫，无需纳入 PN17 的公司。不过条件是要求 AirAsia 在12月内提交出业务重组计划，否则将会面临被停牌的风险。然后在2020年8月 AirAsia 的总执行长 Tan Sri Tony Fernandes 表示，只要筹集20亿到25亿令吉就可以足够支撑业务直到2021年。而且那时候的 AirAsia 还无奈裁退了18%的员工，关闭日本亚航 AirAsia Japan Co Limited， 以及退还飞机给出租公司，以缩小机队规模。那1年过去了， AirAsia 又发生了什么变化呢？首先我们先来看他们的债务问题。当时他们的总执行长就表示，他们需要筹的大约20到25亿资金，也就是大约2到2.5个 billion。 那他们到底如今有没有得到了这一批款项呢？那从这里可以看到，去年的 Q4 大约是接到了830个 million， 而今年直到 Q2 也一共有103个 million 的银行贷款和336个 million 的 private placement， 那加起来就一共是 1.27个 billion。 那接下来他们还将会进行 RCUIDS 来集资，关于 RCUIDS 的详情也能到我们之前的影片了解更多。那这一个 RCUIDS 大约能为他们筹集 615.9个 million 到1024个 million 的资金，然后再加上政府的 Dana Jamin 也批准了为亚航500个 million 贷款做88%的担保。那这样一来，他们也将能筹集 2.38个 billion 至 2.8个 billion 的资金，也非常接近当时 Tony 所需要的资金。所以去年最大的顾虑也算是有了解决的办法。那之后我们也来看看他们如今未来的利空与利好。那我们先来说说利好。那首先的利好就是如今马来西亚已经撤销 My Travel Pass， 允许接种2剂疫苗的人们出国，而且国内跨州也被允许，而这无疑就是对亚航最大的利好。那之后第二个利好因素就是，其实经过了这一次疫情的洗礼，我们可以看到亚航的许多竞争对手的下场都比他们来得严重，宣布
破产的就有菲律宾航空、泰国国际航空、泰国的 Nok Air 王雀航空，而其他的航空公司也面临了重大的财务危机。那这样下来，一旦全世界的旅游业开始复苏，我们可以看到挺过来的亚航会在这条路上少了很多的竞争者，而这也将为他们带来一大利好因素。那至于利空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亚航名下的子公司 AirAsia X Japan 也面临了破产，和在严峻的疫情下也被迫把 AirAsia India 的 32.78% 股权卖给了 Tata Group。而这一系列的动作下来，可能就会影响未来 AirAsia 的收入，毕竟收入渠道少了。但是如果我们注意关注，其实 AirAsia Japan 和 AirAsia India 在疫情之前也是属于亏损状态，所以现在对于收入来说可能影响不会那么大，反而是之前所做的扩张都因疫情而功亏一篑，需要再重新开始。那接下来我们也来看看他们如今技术图的走势，毕竟如今股价已经上涨，到底还能不能考虑，将会是投资者们的一大考量。所以技术图会给我们一个比较明确的分析。首先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就在国内恢复跨州的第二天，亚航的股价是直接往上挑战了5月份的阻力 resistance， 而且也能看到是带量突破，之后2天稍微有回调，然后从 Stochastic 也显示出回调的迹象。那接下来就需要看能不能坐稳在1零级20仙的价位了。如果可以的话，那之前的阻力也将会成为一个新的 support 支撑点。之后依据这2天的量来看，都比突破阻力的那天来的少，也是一个不错的迹象。而且比起疫情之前，他们的股价依然还有空间，只是可能要等待他们做一些小回调。那接下来第二家公司就是云顶大马，疫情之前股价表现依然非常抗跌的一家公司。那当时去年10月份的股价大约是20级6仙，而如今股价已经超越了30级。那当时云顶最大的打击就是大家都知道的 MCO 实行了好几个月，导致他们无法营业，而导致收入大减，进入烧钱模式。但是由于云顶大马强劲的现金流，也让他们的情况比 AirAsia 来的乐观。那为什么会选择云顶大马来分析呢？原因就是那虽然说他们的股价已经接近了他们疫情之前的价位，但是他们还有一项利好还有待公布，那就是他们的户外乐园 Skyworlds。 一旦 Skyworlds 正式开启，相信云顶将会再次迎来爆满，从而带动他们的收入。那还没等到户外乐园开启，其实就在宣布允许跨州之后，我们就已经可以看到大马人的报复性消费，许多云顶的餐馆已经出现了爆满，而且重现人潮。所以一旦 Skyworlds 营业，相信人潮将会更多。那说了他们的利好，当然也要来看看他们的利空。那首先就是他们经过疫情之后的元气大伤。我们可以看到疫情之前云顶的现金流可以说是非常雄厚的，但是疫情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现金流虽然只是减少了大概 1.5个 billion， 但是债务却增加了很多，这也是他们未来将要慢慢偿还的贷款和债券。那除此之外，还有一项利空就是如今马来西亚虽然允许跨州，但是以我们邻国新加坡为例，我们可以看到自从他们开放之后，确诊病例就一直暴涨，而如果马来西亚人民没做好防疫措施的话，很有可能马来西亚将会步他们的后尘，而一旦再进入 MCO， 云顶将会最先承受打击。那之后还有一项利空，也是云顶永久的利空，赌博税。如今伊斯兰党执政，再加上政府大派红包，就很有可能之后会拿云顶开刀，但是目前还没有任何的消息。可是投资者肯定不能忘记这一项利空的存在。那接下来我们也来看看他们如今的技术图走势。其实从这里可以看到，云顶大马的技术图走势是已经在消息公布之前先走一步了，而如今也在挑战他们之前的 resistance 阻力。以目前的情况来看，和亚航相似，需要看能否坐稳在30级15仙。但是与亚航相比，他们的突破并没有带着量，而 Stochastic 来看，目前还是属于 overbought， 未来可能还会有小回调。而比起疫情前的股价，云顶大马如今的股价其实已经是非常接近了，但是未来 Skyworlds 的加入很有可能会带动市场情绪，然后带动股价，除非是受到上述所提到的利空因素影响。那大家觉得复苏股如今已经是接近饱满的状态了，还是刚刚开始呢？觉得是饱满的可以在留言区打上1，觉得如今才刚刚开始的请打上2，并在留言区分享您的高见哦。如果喜欢并要听更多小编我分享复苏股领域的朋友们，也请在留言区打上喜欢，未来也能为大家讲解更多的复苏股哦。影片的最后也要提醒大家，有些故事用于赞颂，有些用于警戒，自我判断能力很重要，请大家三思而后行。喜欢的朋友们记得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你身边的人一起学习，下期更精彩，请敬请期待。
期待。谢谢大家的收看。